1987年9月13号，一架隶属挪威空军第333飞行中队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正在巴伦支海上空进行巡视任务。飞机沿着苏联边境线飞行。这架 P3B 此行的目的便是对苏联海军进行监视。此时正值冷战白热化阶段，北约与华约阵营针锋相对，任何举动都有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使这样，北约一方依旧没有放松对苏联的探测。这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P3B 巡逻机在当时属于先进的侦察机，这也是挪威人敢大胆接近苏联边境的重要原因。当时 P3B 正在巴伦支海肆无忌惮地窥探着，却浑然不知一架神秘的苏联飞机从左右方逼近 P3B。当这架飞机接近 P3B 后，挪威人发现在北约的资料库中，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架飞机。苏联人的新型飞机2次有意靠近 P3B 巡逻机，一度距离 P3B 仅2米的距离。飞机的气流甚至让挪威的机组人员感到飞机的震颤。而从 P3B 拍摄的照片来看，苏联飞行员却一脸淡定。很快，挪威人做出远离的承诺，这架苏联飞机暂时离去。然而，挪威人并不甘心，他们想对这架飞机一探究竟。于是，在远离一段时间后 ，P3B 巡逻机再度折返。毫无意外，苏联的这架新飞机也第3次接近挪威飞机。这一次，苏联人也给挪威人带来了别样的惊悚体验。只见这架飞机飞到 P3B 右翼下方之后，飞行员猛地加速，战斗民族的飞机迅速向前。让挪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这架飞机的左尾翼接触到 P3B 的一处机翼发动机，紧接着发出金属的嘶吼声。苏联飞机尾翼如同手术刀一般将 P3B 的发动机一脚给切下，挪威人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很快却掉头迫降。这件事也被西方称之为巴伦支海空中手术刀事件，而这架神秘的苏联战机也一直萦绕在西方心头。1989年巴黎航展上，苏联带来了2架新型战机参展，并且苏联飞行员还进行了空中表演。这架飞机进行的一系列高难度特技让西方大为惊讶。苏联王牌飞行员维克多尔·普加乔夫让这架飞机在高速飞行中猛然仰头，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头朝上尾朝下飞行，并且飞机的高速几乎没有变化。能做出这套动作，证明这架飞机机动性相当优越。很快，西方人认出这架被称为苏27的战斗机便是巴伦支海空中手术刀事件中切开 P3B 的神秘苏联战机。同时，苏联飞行员驾驶苏27的这个动作也被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一时间，这架名为苏27的战斗机名声大噪。英国路透社甚至表示，苏27的出现让苏联在战斗机领域战胜美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架一举成名的战机今后会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并且将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989年5月，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结束了中苏交恶30年的局面。中苏双方共同发布声明，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口号。1年后，中国代表团回访苏联。当时，中国访问苏联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随着中苏军事往来的正常化，中国希望从苏联引进一款先进的战斗机，来弥补现阶段中国空军的缺陷。此时的苏联需要更多的资金，也明白中国代表团的来意，他们也另有打算。当中国代表团来访之际，苏联人立马安排中国代表前去参观米格29战斗机。是的，当时苏联人决心要将米格29销往中国。一时间，国际舆论上对于中国是否购买米格29的事进行广泛报道，甚至中方也有不少人认为性能不错，价格不贵，也挺合适。然而，中国的代表中有人明白，苏联人的米格29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还有更厉害的苏27战斗机。很快，时任中国空军副司令林虎将军请示上级，他认为米格29战机本质上作为一款轻型前线战机，航程小，载弹量少，对于解决中国空军歼七等战机短腿问题帮助不大。他认为，既然苏联要卖我们战斗机，我们就要买最好的，苏27便是不二之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告诉苏联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米格29，而是苏27。以林虎将军为代表的支持进行苏27战机一方力排众议，说服了上级。而中方此时也提出要去参观苏27战机，这个决定是苏联人没有想到的。原本以为用米格29就足以说服中国人，没想到中国却看上苏27。
而据传闻，当时中国代表拉着苏方接待人员共同回忆中苏灭区往事，最终打动了苏联人。而参观完苏27后，中方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拿下苏27。不过就当时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苏联根本就不想卖苏27。要知道，苏27此前一直都是苏联最为机密的项目，直到1年前巴黎航展上，苏联人才将其公之于众，结果中国人立刻就要来买。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中国的举动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苏联人明白，为何米格29满足不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看苏27不仅仅是因为这架飞机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机之一，他们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接下来，中苏双方就苏27购买一事进行了多轮谈判，甚至有说林虎将军亲自上阵。作为拥有俄罗斯血统的林虎将军，在喝酒方面比起俄罗斯人一点也不逊色。最终，林虎将军在酒桌上喝趴了俄罗斯人，极大促进了谈判的达成。在同年12月，中苏双方签署了购买24架苏27战机的协议。次年2月，苏联派遣苏27战机首次来华表演。苏27用其精彩的表演，再次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没有选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12月25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同一天，庞大的苏联宣告解体，世界政局重新洗牌。而此时，中国人心中也有一个隐隐的担忧：苏联不在了，中国从苏联购买的苏27还能不能兑现了？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第1任总统。尽管叶利钦极力想倒向西方，但西方对俄罗斯无情的绞杀，让俄罗斯人认识到他们的朋友并不在那边。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在访华过程中，叶利钦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此前，苏联承诺出售给中国苏27的协议依旧有效。中国人心中悬起的大石头总算落下了，但是中国人的想法可不仅仅是拿到24架飞机，更重要是拿到生产飞机的技术。早在中国与苏联对苏27购买进行谈判的时候，就有引进苏27生产线的想法。不过，要想从心高气傲的苏联人手上拿到最先进的技术，可是比登天还难。不过，苏联的解体倒是让我们看到机会。俄罗斯从苏联的废墟中重建，一切百废待兴，最需要的便是资金。而那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我们也更有底气与曾经的老大哥谈论苏27生产线一事。最终在1996年12月，俄副总理波雷纳科夫与中航正式签下引进苏27生产线的合同，确定引进生产线，并达成了技术转让协议。这也成为中国空军现代化发展浓墨重彩的一笔。苏27被认为是改变中国空军历史进程的一架飞机，一点也不为过。它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空军轻小慢的落后局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具有远程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战斗机。至今为止，苏27战机依旧在我国空军服役，承担着巡逻我国海疆的任务。而西方国家对于当年的巴伦支海空中手术刀事件依旧是印象深刻。苏27来到中国后，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外机对我国海疆的侵扰。不过，苏27对我国空军的真正意义可不止于此。作为一款重型战机，苏27也是极佳的研发平台。在引进苏27生产线之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歼11战机以及歼16战机。当时苏联人没有看错，中国人的确有着更长远的打算。而且苏27的贸易也为日后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打下基础。俄罗斯在苏27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苏30战机与苏35战机也陆续被中国引进，并且借助先进的战机平台，中国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操作先进战机的优秀飞行员，同样为今后歼20更加先进战机的出现打好了基础。1997年珠海航展，已经70岁高龄的林虎将军受俄罗斯人之邀，亲自驾驶苏27的升级版本苏30战机，并且在空中完成了曾在8年前震惊西方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这位驾驶飞机参加过开国大典，也在战场上击落过美国人飞机，同时在酒桌上喝趴苏联人，帮助中国拿下苏27的功勋将军，于2018年3月3号逝世，享年91岁。他也被誉为是中国空军现代化的奠基人。林虎将军是中国空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以苏27战机的引进为开端，拉开中国空军成长的序幕。如今我们拥有更强大的卫士保卫祖国蓝天，但过去那些人与那些事儿却永远不会被风给吹散。